在国安局，他们对尤其是中国制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式跟 APP 进行了一个检测，我们总共检测了15项这个违反我们包括个资收集、违反资料的权限、资料的储存以及用户个资相关的15种高风险以及高危害的这样的标准，小红书15项全部都不合格。12月4号，台湾内政部跟警方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封禁大陆的 APP 小红书。几乎与此同时啊，小红书在台湾就登录不上去了啊！你再点击的话，它就在那转圈儿，这可不得了啊！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因为小红书现在在台湾的用户啊，已经超过了300万，在年轻人中间的使用率啊，已经达到了29%，也就是每有10个年轻人中间，差不多有3个人在用小红书。那你想想，这些小红书一夜之间登录不上去了，很多人粘性还挺高啊，大家就慌了神儿啊，都在问呢，为什么要封禁小红书啊？到底怎么才能重新登录小红书啊？这些中国大陆的网友一看见台湾人都不懂，马上就好为人师就出来了。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你要想重新上小红书啊，你得买个 VPN， 你得翻墙搭梯子才能上这个小红书。”那很多台湾人就有点懵啊，什么叫 VPN 呢？什么叫搭梯子啊？虽然都是中文，看不太懂啊。那大陆人就跟他讲，他说我们有经验啊。大家都知道，中共啊，在过去啊，为了防止老百姓啊看境外的网站受到资产阶级腐蚀拉拢啊，他就建了全世界最先进的防火墙。当然，这防火墙不是为了防病毒啊，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的老百姓知道境外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中共有多少贪官呐，把这个钱都搞到境外去了；中共的红二代啊，他们怎么把这个钱也搞到境外去了？中共的高官家族多少人啊，都做裸官run到外面去了，是不是？这些信息可不能让老百姓知道啊。还比如说8964，中共的坦克嘎嘎嘎，这个镇压了很多学生，杀害了很多学生，这个信息也不能让年轻人知道啊。还你比如说，中共一直说中华民国不存在了，对不对？那你现在你台湾不是有个叫中华民国的政权吗？那不能让中国老百姓知道，所以中国的老百姓真就不知道中华民国还在着呢。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是在中国境内生活，你是完全感受不到中华民国的任何存在的痕迹的，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长城防火墙，老百姓都过着非常幸福的和谐的生活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想到境外去看信息，只有一个通道，你就必须要买一个 VPN， 通过 VPN 搭一个梯子翻过这个防火墙，你才能看到境外的信息呀。那因为中共这方面他搞得比较早，中国老百姓这方面经验就比较丰富啊。那你想想，这过去10几年的时间，很多老百姓都知道怎么翻墙到境外去看王局拍案。你像我们王局拍案的节目啊，在境内也有大量的观众啊，他们都是通过翻墙搭梯子来看我们的节目的。那于是台湾的这些小红书的使用者啊，慌乱之间，很多人就买了 VPN， 搭上了梯子之后，重新上了小红书。一上小红书，发现大家都是难民呐，很多人台湾人彼此之间还在那吆喝呢。他说我一不小心连到瑞士去了 ，VPN 中间的节点啊。有些人说我那个干净卫生啊，那就到印度去了啊。有的人说我到美国去了，还有人互相提醒呢，说你不要直连，直连的话人怀疑你是水军呢啊。然后这大陆网民看完之后呢，就很多人在哈哈大笑，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大家都觉得大陆这东西有防火墙啊，这都是中共对言论控制的一种方式嘛。台湾人跟大陆人在境外的网站上，有的时候会打嘴仗，打嘴仗的时候，很多人台湾人就会跟这个大陆的网民说一句话，一击毙命，说滚回墙内去。言下之意就是你们中国大陆的这些网民呐，你们都是在那个泥坑里头，你们是中共的这个信息洼地，防火墙培育出来的人，你们不能理解文明世界。对不对？我们都是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长大的嘛。可现如今，台湾人是吧，也需要用 VPN， 也需要翻越防火墙才能登录小红书了。这可真的是活久见呐，不知今夕是何年呐。所以今后如果大陆和台湾人在打嘴仗的时候，大陆人也可以理直气壮的对台湾人说：“滚回墙内去。”我一直觉得大陆和台湾啊，虽然说这个政治上分歧很大，但是给人感觉相爱相杀呀。很多东西确实是非常像，你看，这全世界用防火墙的国家也没几个啊，用这个 VPN 翻墙的也没有几个啊。但是大陆是一份，台湾现在给人感觉似乎也要建一个防火墙，这真是一个中国各自翻墙啊。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台湾为什么要建这个防火墙，为什么要封禁小红书，这封禁小红书的背后又到底意味着什么啊？我们的国民在这个平台上面有非常多被诈骗，甚至其他的，包括色情、包括儿少等等不当的这样的一个讯息。那么这些讯息呢，当他在平台上民众接触到或者是诈骗发生的时候，我们因为法律上没有办法在中华民国境内，它不受我们的法律管辖，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调阅，没有办法去协助民众来进行追偿、进行侦办，所以这个严重的侵害中华民国的数位主权。这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小红书啊。小红书这个网站呢，其实历史并不是特别长啊，它是2013年在上海建立的啊。它的老板啊，我还见过，过去我们曾经一起来访问过日本啊。当然，当年我们来的时候，我记得是2017年吧，那个时候小红书啊影响还不是特别大。这小红书啊一开始其实也是个山寨网站，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的这些互联网的企业最开始起家的时候，多数都是山寨的。你比如说，境外有个亚马逊，这个境内就有个阿里巴巴，有个淘宝。那境外有个推特，那中国大陆就搞了一个微博。哎，那境外有个 Instagram， 哎，国内呢就搞了一个小红书。这小红书一开始呢跟 Instagram 很像啊，主要就是发一些图片，然后呢起了一个名字，给人感觉好像是老毛当时的那红宝书嘛，这小红书啊，你看还挺红的啊。那么小红书在发展的过程中间呢，早期它主要吸引的是一些女性。为什么是女性呢？我看呢前一段时间啊 ，KK 秀啊采访了一个台湾人，这个台湾人呢在中国大陆生活了很长的时间，而且他在小红书里头做了很长时间的算法工程师。评论是真的吗？点赞是真的吗 ？Who knows？ 什么时候给你推送，什么时候会给你流量，都是设计好。他就讲啊，他说为什么女性喜欢登录小红书呢？就是小红书对女性环境特别友好。对，那你们小红书是怎么样把它变成相对友善吗？女性至少是一个女性友善、女生都会喜欢用的平台，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是每个平台都想做的，可是不是每个平台都可以成功。我们懂女人啊，不是啊，屁啦！你们是有很多女性在公司里面帮忙操作吗？设计还是怎么做？我们公司女孩子是真的很多。请问多大概是比例？大概是你那个时候在的时候比例大概多少？有一半吗？一半啊，超过一半，而且我们工程师很多啊，就是你知道那个运营啊，就是专门在管就是各类内容的，大部分都是女孩子，所以就是女孩子会比较懂女孩子，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们有 co-founder 是女孩子，她对这些东西会比较敏感，你知道吗？什么美妆啊，就护肤彩妆啊之类的，而且老实说，那个时候你去做就是演算法工程师的时候。你真的是对那些化妆品都不懂，那怎么办呢？对啊，公司就找那种就是厂商来把你抓到 Sephora 去，然后就开始教啊。所以你有去上过这种课？教啊，然后还教那种就是香水的厂商啊，像九麦蓉他们来啊，教啊。你教了有用吗？有用啊，还是有用。你真的会知道，就是原来口红跟唇釉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微博对女性就不太友好。你比如说微博也能发图片，那一个女孩子发一个自拍照、美妆照。结果很多男的就会在底下不好意的说，他说长得好丑啊，还好意思发图片，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小红书不一样，小红书这些评论基本上都是有过模型，我们有去监测的，就是这种不友善留言其实都不行。就是我们会让你发，但是只有你自己看得到，就只有那个发长好丑他自己看得到，但是对作者而言看不到。你想想看，那个女孩子就是小美眉，然后就这样每天受到这种攻击，其实她都非常不友善，所以你们其实有把他们的那个使用者的心情放在里面去设计这些东西。对啊，相对来说，它就营造了一个对女性非常友好的这样一个环境嘛。大家互相发美妆照，你给我点一个赞，我给你点一个赞，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间，你想想这气氛多和谐美好啊！所以小红书最开始起家，女性用户在这里头啊，主要是发美妆照。后来不是赶上了这个有一些生活资讯信息的需要吗？你比如说旅行的信息啊，还有这个美食的信息啊，这小红书里头啊这一类的信息就比较多。他们这个博主把它称之为叫种草。所谓种草，就是你用了什么产品之后啊，你把你的这个产品体验写上去，这称之为种草。然后呢，很多观众呢按照你的这个体验去按图索骥去消费，称之为拔草。这种草和拔草这两个词好像最早是小红书上出现的啊。说实在，小红书我也有号，
当然我不能告诉大家我那个号叫什么名字啊，我要告诉的话，中共就会把我的号也给封杀了。我当然是都是潜水了。我看小红书上的信息呢，主要是搜这个东京的一些中餐馆，因为我们在东京生活，还是喜欢吃中餐嘛。但吃中餐有的时候小红书上介绍的呢，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全。当然这里头也有踩雷。我有一次他们说银座那个地方有一家海鲜自助，中文的这个客户评价的得分特别高，说有什么大闸蟹，还有那个什么帝王蟹什么之类的，非常便宜。哎，我去吃了一下，吃了之后我特别失望。据说这个人就是在小红书上搞营销，搞过度营销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踩雷啊。那么这个小红书的这些信息呢，一下子就获得了很多市场的认可啊。最后呢，他其实也开始搞这个短视频，然后也搞一些带货，但是他跟淘宝不太一样，因为淘宝就是卖货的，卖货的过程中间，他再搞一些附属的产品。这个小红书呢，它其实先给你提供了一些资讯，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带货。那么这种软性的带货啊，就比那个淘宝比起来，可能更容易被人接受一些啊。那2019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美国不是宣称要封禁 TikTok 吗？当时 TikTok 的美国用户就急了，这外国人也不太懂啊，就说他封禁 TikTok 以后怎么办呢？很多人就告诉他们，那不能上 TikTok 了，你就上这个小红书。结果很多美国人呢，就纷纷涌到了小红书，当时被称之为 TikTok 难民。小红书一下子接受了大量的美国的这些用户啊，当然这个美国的用户上了 TikTok 到底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啊。后来在台湾这个面发展的也很快，尤其是2019年到2020年以后啊，因为疫情嘛，封禁在家里头了，那么所有的互联网企业在这中间都受益，其中就包括小红书。所以啊，在最近过去的几年，台湾的用户啊呈爆发式的增长，而且这里头你想想美妆啊、美食啊、旅游啊，多数都是女性喜欢的嘛，所以呢，在台湾的女性啊对这个小红书呢就认可度特别高。我看那个 KK 秀那个嘉宾讲了啊，小红书啊在境外实际上是没有营销费用的。我蛮好奇，你们小红书，因为现在就是除了中国本地在用之外，其实有非常多的海外用户 ，right？ 除了台湾，其实我知道马来西亚也超多人在用。对。然后我不知道美国，你们美国现在也很多人在用吗？海外华人呢？都海外华人在用，你们是怎么样做到把小红书这个东西推到海外，让这么多海外的人在用？海外没有行销费用，没有行销，所以全部都是自干舞这样。我这样说好了，自干红就是只是对，你可以这样，就他用了一个词，他说叫文化外溢。他说你想想，当年啊，那个康熙来了是吧，在中国大陆啊，你说有没有营销费用？肯定是没有的。但是大家觉得你不看康熙来了，那你就土了。所以康熙来了当年在中国大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叫做文化外溢，就是因为小红书的内容非常的多，整个中文圈里面，它就是高质量的内容，或者是护肤美妆，或者是这一类生活类的，最强的就在那边，最强的就在那边。然后演算法或者是搜索做的又好，那你不用它用谁？我这次我住台东嘛，我这次上来的时候，我坐在火车上面，然后那边看前面那两个妹啊一直刷小红书，然后呢，你知道我睡了一觉起来2个小时，哇，你们还在刷，我的妈呀！哇，真的刷很久刷很久，不知道他们中间有没有吃便当，但是应该没有，就中毒啦。现在小红书啊，其实在海外的扩张也是因为文化外溢，因为它的信息资讯比较全，质量也比较高，算法做的也比较好。这个算法做的比较好，就是在小红书里头，你基本上只能看到你愿意看到的内容。据这个工程师讲啊，你看不到你不太愿意看到的内容。而且小红书还有一点，他说是小红书里头啊，几乎不谈政治，因为大家都是风花雪月、岁月静好啊，政治就留给微博了，留给今日头条了。但是他也讲了，他说在小红书里头也有内容审核。审核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审核这件事情，但是只是这个力度尺度到底抓在什么地方而已。但是其实在这几年，那个审核力度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这样就是早年就是你稍微露个乳沟还行，这样稍微讲2句就是那种地方政府怎么样啊？没事，我记得以前算相对以前是非常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开放的，对。然后是后来就是大概到习第2任之后，那个就那个手就直接握。所以你们在里面是会收到公文说，接下来要怎么哪有怎么公文啊？我这样说好了，就是在中国所有的审查，我媒体朋友就会讲说，这个叫做红线，看不见的红线，没有人跟你讲什么不行哦。在中国所有的互联网网站，尤其是你做大了，怎么可能没有内容审核呢？他说讲了，小红书内部有政府关系部，
然后呢，一些重要的内容甚至外包给外面的第三方的内容审核公司来帮大家来审。他还讲了，他说对那些内容审核啊，政府都不会发文，就是让你这些互联网企业你自己明白哪些东西是红线，这红线你不能碰。所以小红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借着互联网的东风啊，就逐渐发展起来了。在2024年的时候，小红书在台湾的用户正式突破了300万，而且啊，就在这一年呢，它是爆发性增长，这给人确实有点担心啊。随着小红书在台湾的发展呢，也有几件事情啊，就在台湾社会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啊。一个就是今年的5月份，大家都知道那张维为是吧？那个这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张维为，那他就到武汉大学去做演讲。演讲嘛，他肯定是讲祖国形势一片大好啊。讲完了之后，互动阶段有一个观众就向他提问呢，就是台湾，您刚才也讲到，就是一直是中美博弈的焦点之一。但是自从蔡英文赖清德以来，就是岛内的台独势力似乎是越来越大了，然后这引起了岛内很多台独分子的恐慌。那么我们目前也知道，就是台湾岛内它的其实独派的民众还是很有民众基础的。那么将来就是台湾，你认为就是台湾问题朝一个怎样的方向发展？如果台湾回归，国家将怎样对待台湾？是像港澳一样实行一国两制，还是说是一个可用行政区，亦或是一个自治区？那么政府又如何处理我们说那些独派民众，然后以防出现像香港那样的修理风波的那样问题？还请张老师提个解答，谢谢。张维为就在那讲，他说现在对台湾的统一啊，已经是万事俱备，这只差东风嘛。因为台湾问题大家都很关心，但是我有几个基本的看法。第一呢，就是解决台湾问题时机越来越成熟，说不定哪天你一醒来已经解放了啊，统一这。言下之意，现在大陆拿下台湾啊，可以说是温酒斩华雄，不会吹灰之力。紧接着他讲了第二个观点，第二呢，就是台湾统一之后怎么治理。宏观上，我一直讲台湾制度是很落后的制度，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因为台湾有一段时间每年都去，这个后来有一次我们到台湾政治学所，正好是领导人当选，后来呢，他们就说，你们大陆能够选出什么优秀的这个领导人吗？我说恕我直言啊，我说他的能力不如上海一个区委书记。将来就把台湾统一以后啊，他说治理起来没有香港那么难，因为香港啊就是英国殖民地搞了很多年，所以香港人不太容易管。台湾呢，但现在好在就是随着这个互联网起来，包括台湾小红书啊什么，都是台湾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个所以他们的越来受大陆的这个影响。这个我相信台湾统一之后，治理台湾会比治理香港还要容易。这个台独思想它是没有根基的。那你想想，那就说明他在文化上跟大陆还是非常亲近的，他心向祖国大陆的这些小红书啊，所以他就说，你看台湾将来治理起来肯定会非常容易。这句话讲完之后，哎，这传到台湾了，那台湾人就在讨论了。你看，有一些人就说大陆人意淫，那你将来统治台湾，你还能靠小红书统治台湾吗？但是在台湾社会里头也有一些讨论，说是这个小红书啊占领了台湾人年轻人的手机，会不会对台湾年轻人的身心呢会造成一些影响？也包括就是这种所谓的向心力会造成影响吗？搞不好这是大外宣呢，搞不好这是统战呢啊！当时我记得民进党有一个立法委员还说，我们台湾不怕，我们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那这个小红书在我们台湾其实也算是众多信息的一部分啊。几乎在同时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小红书上有一个博主啊，就发了一个台湾花莲空军基地的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呢，就把这个台湾花莲空军基地里头那个机库、军官的那个宿舍在什么位置啊，包括跑道的长度，各个方面标得一清二楚。这个视频呢就被台湾的媒体看到了，台湾媒体说这可不得了啊，这是不是无人机飞到台湾来了？结果呢，台湾那个国防部长顾立雄还专门接受记者采访说，不同时期的卫星的影像用这个3D 合成的方式后制而成的，并不是无人机啦，或者是侵入营区，或者是在营区外面拍摄。我们研判了，那不是无人机飞过来的，就是用卫星的图啊合成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啊。但毕竟给人感觉到一些担心呢，所以台湾对小红书啊这些年也开始重点的监控。一个监控呢是2019年的时候啊，美国当时不就宣布了吗？说 TikTok 啊
也包括中国的这些社交网站呢，它在个人资讯方面都有几个问题。一个呢是过度采集信息，第二个呢就是后台信息啊可能都跑到中国大陆那边去了，第三呢它可能通过它自己的算法，给你制造一个特定的话题。美国当时指责 TikTok 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理由嘛，所以当时美国就要求美国政府的雇员都不能使用中国大陆的软件。台湾当时也跟了，台湾先是宣布4大院的院长，就是立法院呐、司法院呐，还有这个考试院、监察院这4个院长，你不能用中国所有的软件，这当然也包括小红书了啊。到了2022年的时候，台湾又通过法律了，说所有的公务人员也都不能使用就是中国大陆的软件了，因为你公务人员嘛，那你的后台信息要被中共拿去之后，那可不就都坏事了吗？对不对？你这个国安的资讯不就没有了吗？那么紧随其后就台湾社会里也在讨论，说是不是要从这个公务人员扩展到所有的台湾人呢？这讨论了几年，到今年好像是台湾政府就一直就盯着小红书。在今年10月20号的时候，海基会他们搞了一个调查，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软件一共15个方面，这15个方面你是不是合乎台湾的资讯管理法？说小红书15项全都不合格。比如说你这信息过度采集、生物特征采集，还也包括这个信息的这个后台的输送等等这方面微博只有13项然后呢，百度网盘只有9项不合格小红书名列第1。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统计的，按照我的经验来讲，那百度网盘是最不安全的。你就比如说把我们王菊拍案的视频你上传到百度网盘上去，百度网盘立刻就说了，说这个视频涉及敏感内容不能分享。那你看看这百度网盘，那才是被中共控制的那一溜盐呢但是你比如说像拼多多像小红书在我看来不如这个百度网盘那么采集信息那么严格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台湾把这个小红书列为第1名。于是乎在今年的10月20号，他们通过海基会就给小红书发了一个函，说你们小红书你们要按照我们台湾的法律做改造，你要遵守我们台湾的法律，那否则的话莫道言之不预也。给了20天的时间要求回复，那小红书当然没回复了发到上海去了然后呢20天以后，台湾呢到今年的12月3号就宣布，我们也依照《诈防条例》第42条，我们要求我们的台湾数位这个网络科技的这个主管机关跟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式的服务的提供业者们去进行我们42条的限制接取跟停止解析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这个部分我们暂时维持1年的时间，我们必须要先做这样的一个拦阻。说这个小红书就属于具有重大危险的中国系列的 APP， 于是在12月4号这一天就宣布封禁小红书1年。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大致就是如此但是这个封禁过程中间有点意思我们前面讲的都是一个关于个人资讯安全问题但是这次台湾呢宣布封禁的时候呢，理由是诈骗，说在小红书的这个平台上2年的时间，诈骗的案例有1700多件，诈骗的金额呢有2.46亿，4舍5入大概就是2.5亿他说你看这个诈骗的危害非常大所以呢就决定把小红书给封禁了。但是这个信息出来之后这很多人就觉得有问题了。馆长当时就批判了，1706件，我跟你讲 ，FB 绝对他100倍超过，1000倍、10000倍，这就是民主进步党台湾人你记得投票不要投给民进党。小红书这么好用 ，TikTok 这么好用，抖音这么好用，你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去用那些 FB？ 台湾也要翻墙了，没错，没办法，翻吧。感谢赖清德让我们翻墙。大家记得你的 VPN 的钱记得找民进党要。我看有一个台湾网友做了统计台湾诈骗发生在这个网站上的比例最高的是 Facebook， 台湾人最喜欢用的，所有诈骗案件65%来源于 Facebook。 排名第2的呢是台湾的那个脆，这台湾人很喜欢上的那个脆大概15%。排名第3的呢是 Instagram， 是13%，包括后面有 Line 什么之类的。这前8名中间竟然都没有这个小红书，那你用这个小红书这个以诈骗的缘由你把它封禁了，这理由就有点牵强所以很多人就分析说，台湾为什么要用诈骗的理由去封禁小红书呢？那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法律是现成的，台湾就有一个防诈骗的这个条例
其中第42条规定，就是政府可以在紧急情况下直接宣布某一个网站就不能用了，可以直接把它关停，就是诈骗管理条例嘛。而且诈骗这东西给人感觉它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你现在要是直接说中共大陆对你统战，这涉及到意识形态，台湾岛内很多人肯定还反对，对不对？所以就采用了诈骗这个方式来封禁，这是第一个理由啊。第二个理由呢，说把这个信息给了这个小红书，小红书不配合，小红书已读不回嘛。那这个台湾进行刑事调查的时候，他不配合，我们取不了证啊。但是这一条呢，也有很多人就出来质疑了。你去找那个 Facebook， 你看他给你配合吗？你去找推特，你看他给你配合吗？反正我的经验就是，这些外国的互联网网站对一般的刑事案件的配合度都非常低。我当年啊，在日本不是有人在那个推特上说要杀我吗？直接发帖子嘛，我们就报警啊。警察当时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要找推特，推特不会告诉你这个人后台的实名信息的，除非你到法院去起诉，法院认为这个东西可以立案了，才会出一个裁决，再让推特把后台信息给你提供了。但对方呢可能都删掉了，推特可能只保留3个月啊。你想想，你在法院的信息你搞完，可能半年过去了。所以这东西基本上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啊。应该说，现在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诈骗，这是几乎所有社交网站共同的通病。你推特上，我那后台信息每天都接受到各种各样的诈骗信息啊。台湾这次讲小红书里的诈骗信息主要这么几类，第一个就是什么网购网拍，第二呢就是信用卡的信息，就是说你那个分期付款他给你解除，还有比如说就是什么色情诈骗啊什么之类的啊，基本上都差不多，针对的你台湾社会的特点，他就搞诈骗。从 Facebook 啊，从 Instagram 啊都是如此。在这一点上，的确是这个小红书并不突出。哎，你小红书呢，你要让它配合也比较难，是吧？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就讲了，说小红书在台湾呢没有办公室，你也没有分公司，我们找你也找不着，你的总部在上海，给你发信息你也已读不回，对吧？所以我们要封禁你。但我看台湾社会也有人出来批判这一点，说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到台湾去要建分公司的话，会批准吗？不会呀，因为台湾社会对中国大陆的公司到台湾去设分公司，由于有那服贸协定的限制啊，它其实有很多的门槛的，不是说你想在那个地方你申请个公司就能通过。你比如说大陆的微博到台湾去，你申购一个分公司，你看台湾给你批准吗？不会给你批呀。所以这也陷入到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里面去了啊。所以很多人现在都在说，现在台湾政府啊封锁小红书，其实真实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诈骗，而是另有原因。那另有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我们就接下来就要分析分析了啊。首先第一点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确实是国安因素。大家都知道，大陆的网站呢，对这个个人信息的采集啊，那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里头，那确实是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人脸识别的信息啊，比如说你的身份证的信息啊，比如说你的电话号码的信息啊，都要给你采集了。那这些信息对一个公民来说，那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啊。那而且中国大陆这些信息，它有可能中国政府一旦需要的时候，它都拿走了。那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当年美国政府对中共包括这个 TikTok 的批评啊，我觉得这个疑虑是的确成立的。因为中共这个体系下，那哪一个企业能够面对中共的那个信息管理条例啊，能够面对自己的那个信息独立性啊？那微信的后台基本都是透明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我觉得台湾呢，其实对中国大陆的这些社交网站在台湾社会的扩张所引发的个人资讯的安全问题，这一点担心没有问题。问题是啊，我个人觉得你就应该用个人资讯安全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搞一个诈骗的信息。当然咱客观来讲啊，我替民进党政府也说几句话。美国政府啊可以跟中国政府硬刚，说 TikTok 你在美国你必须给我设立一个信息中心，这个信息中心呢，美国客户的信息啊你不能拿到中国大陆去，你必须在美国独立运营，甚至在美国还得有个独立的公司。因为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比较起来，他有底气啊，他能跟中国政府硬刚啊。那你觉得中华民国政府跟中国大陆硬刚，说小红书所有的个人信息都不许拿到中国大陆去，在台湾必须搞一个信息中心，你觉得小红书也好，中国大陆也好，会理他吗？肯定不会理他，根本不会在意他。所以我个人觉得，台湾对这个个人资讯的安全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拨开前面这个信息啊，
我个人觉得啊，就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啊，也的确担心啊，这个小红书，它在台湾社会里头搞这个统战。你别看这个统战呢，这统战里头也分很多种啊。就一种呢，就是赤裸裸的宣布啊，厉害了我的国，这种叫小骂大帮忙、胡锡进、雕盘这种啊，这叫统战啊。但其实还有一种统战，它就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你就比如说台湾当年我们刚才讲的文化外溢的时候啊，那康熙来了是吧，在大陆火爆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听到唱台湾的校园歌曲的时候啊，外婆的澎湖湾呐，什么橄榄树啊，你想想这些歌曲本身都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但是这些歌曲在大陆风靡所带来的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很多台湾的文化在大陆流行的同时，大家也开始羡慕甚至仰视台湾的那样一种社会制度，是不是有这个因素啊？肯定有，包括美国的电影、美国的大片在中国大陆放，无形中影响了中国人对美国社会的评价。我觉得现在民进党政府也是担心这一点的。你看这小红书上啊，好像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讲的都是吃喝玩乐、岁月静好。但是台湾这些女生们天天看小红书，那无形之中就被大陆的这网站中间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向心力所俘虏了。要知道，在双方接触的过程中，它有一个水位差，你这个水位差高的，它就往水位差低的方面去流。那相反啊，你在这个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文化位差低的要向文化位差高的那个方面去流，是相反的。因为落后地区的人都愿意到先进地区的那些网站去看嘛。那大陆的人为什么翻墙到境外去获取信息呢？是因为外面的信息更丰富嘛。相反，现在在台湾和大陆之间，出现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或者说令人警惕的这样一种文化流动的现象。过去可能都是大陆的人翻墙去到台湾去看台湾的资讯，现在大量的台湾人到大陆的网站去获取资讯，甭管这资讯是美食也好啊，还是这个美妆也好，这都是一种文化位差的流动。而这种文化位差的流动啊，它实际上是挺可怕的。当然我这是分析民进党他们那个制定这个政策的那种心理过程啊，不一定准确啊。这就比如说你在这个太空上，你月球你受地球的吸引力的影响大，你就围着地球转呢。那反过头来，你地球就没有办法围着月球来转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台湾人，假如说你要是不管他，将来这所有的人都跑到小红书上去生活去了，在小红书还开店呢，还搞这个各种各样的美妆，他也带货呀，那跟大陆不就形成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嘛？这紧密的联系可不好，所以要把它切断。所以有些人就说了，其实民进党这个现在搞这个政策，主要是担心这种状况。当然也有一种更激进的评价，就是说他干脆他就希望去中国化嘛，就你不要了解中国大陆，你了解中国大陆干什么？你了解中国大陆之后，你对中国的印象可能就不会像民进党政府宣传的那样了嘛，所以就把它隔离开。所以你看民进党政府啊，他其实搞这样的政策，表面上说是防止诈骗，其实背后的真实原因就是如此。我看呢，就是国际媒体对这件事的评价也几乎没有对这个台湾政府啊简单的点赞的。比如说 FT 啊评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台湾过去从来不通过对这种网站本身进行控制的方式进行管理。虽然他也点出来了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博弈啊，他说这个行为啊令人感觉意味深长。包括路透社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啊，就是台湾过去从来不用通过控制言论的方式你来解决问题，现在似乎开始走向这一步了。那么用我自己的话来讲，这是不是风起于清平之末啊？你想想，小红书现在啊在台湾影响很大，那淘宝呢？淘宝台湾人很喜欢用啊，对不对？还包括 TikTok 呢，台湾人很喜欢用啊。那如果你要是从这儿开始风控这个小红书的话，那下一步会不会你就去风控 TikTok， 然后再风控淘宝啊？那你这个风控完风控来去，那岂不就是在台湾建立一个跟共产党一样的防火墙了吗？那你跟共产党还有什么区别啊？在这里我要讲一下，其实从言论的角度来讲啊，的确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是不怕对方进行所谓的宣传的。你比如说在美国，你可以宣传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不禁止啊。除了纳粹啊这个东西在德国禁止以外，在美国你宣传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理论是没人管的。因为其实美国的宪法它其实就认为，
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你任何一种言论你都可以发表，最终所形成的竞争的结果一定不会是那种专制主义给人洗脑的内容，因为大家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间，自然就会形成一种理性的真知灼见。那现在台湾呢？如果你要是通过这种方式，你禁止这些言论进入到台湾社会，是不是你就缺少了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呢？因为你缺少了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你就担心中国大陆的这些言论影响台湾的普通民众吗？你担心台湾社会的这些年轻人，你在小红书上你看到中国大陆的言论，耳濡目染之后，对台湾社会本身的那些言论就开始产生怀疑。我看那个 KK 秀采访那个年轻人，他曾经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的。我觉得到最后这个解决方法其实就是人民意识的问题。因为例如来说好了，你今天进了一个小红书，进了一个 TikTok， 然后但是后面还有这么多 App， 你进是进不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大家脑子洗干净一点，让大家有自觉嘛。对啊，没有自觉没有用啊。对啊，让大家有自觉，不然老实讲，你怎么挡都没用啦。好，他说封禁本身不解决问题啊，因为这种算法推荐的原则不仅仅小红书在用啊，现在你的 Facebook 推特包括 YouTube 全都一样啊。包括你这点赞，然后你收藏，所有东西都是设计的。为什么要搞短视频？都是让你大脑在没有负担的情况下，你就消耗了时间，消费了它的产品。这个时代就是如此，所有的社交网站都一样。你要说提供偏差性的信息，几乎所有的网站现在都会根据用户的喜爱程度给你推送特定的信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靠什么呢？他说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自主意识。就是你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头，如果每个人都有自主意识的话，你自然就不会受到这些特定信息的影响。但相反，如果你没有自主意识的话，那些洗脑的信息就会对你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台湾社会最宝贵的是什么？台湾社会最宝贵的不就是不对民众进行特定的洗脑吗？不就是民众本身可以自由选择吗？如果你把大陆建起一个防火墙，不让台湾人看到这个大陆的信息，可能只会增加误解和恐惧，但它不会增加双方的理解和沟通，更不会有利于台湾社会这个言论市场的健康发展。所以在我看来，民进党政府通过封禁小红书这件事情从治国理政这个角度来讲，不是一个高明的选择。那么至于这件事情对台湾社会的影响，那么我们呢要且看且珍惜了。我觉得要看他下一步是不是继续要封杀其他的。如果他要继续封杀其他的，那在我看来这可能真的是风起于青云之末的这么一个信号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我认为要对台湾的民主，对台湾年轻人要有信心。那更何况我们在华人世界一直引以为傲的言论自由，如果赖清德政府执意做这样的决定，要这样做，那我们还能称我们是不翻墙的民主吗？蒋万安把矛头直指赖政府呛双标，甚至抛出1个月后要定期并没有任何所谓的党派色彩。小红书呢已经联系过非常多次，从来没有任何法定的代理人，已读不回，从来不管台湾的法治。那这样子的话是视我们的打诈这个条例于无物，这样子的一个小红书，值得我们去支持它吗？当然不值得。他这样一直已读不回，然后在台湾也没有落地的状况之下，我们的诈骗会变得越来越多，就变成是一个温床，但台湾又没有办法处理。卓院长的谈话充分的暴露出他的威权反民主的心态。过去民进党想要推数位中介法，已经引起全网暴动跟反弹。然后呢，他呢不死心，还要继续打着国安的名号，打着这个反诈的这样子的一个口号，继续的来进行网络言论的相关钳制。如今呢，更是直接要封杀平台。所谓的打诈根本只是幌子，真正诈欺严重的他不去管，他也管不动。那其实也不过就是意识形态作祟。挑了小红书，挑了抖音，大家都看得懂。那其实也是暴露出为什么我们的民进党对于台湾的孩子，对于台湾的年轻人这么没有信心呢？他到底在怕什么？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就是被大家所形容的，是不是要进行数位戒严？反民主、
对台湾是不会有好处的。他们如果不改变这样的一个心态，难道这就是赖总统口中的打掉杂质、洗涤人心的系列做法吗？更何况，不要说他凭什么想要打压谁就要打压谁，想要没收谁就要没收谁。台湾难道不是一个法治社会吗？我们的政府难道不需要依法行政吗？这中间违法违宪，完全没有程序正义，再次的暴露出民进党政府的这种独裁的心态。谢谢大家。想问一下，那个小红书招禁一事，陆委会有没有相关的立场以及态度？那未来这个 TikTok 会不会也是下一波要招禁的一个目标？谢谢。小红书有招禁吗？针对这个有关诈骗和假讯息啊，那诈骗和假讯息，因为这个部分呢，它其实针对的不是哪一个国家的 APP 软体啊，它是针对这个任何跟诈骗有关的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呢，那就请这个内政部或者是刑事局的来做回答吧啊。那这个就并不是跟两岸有关啊。